Hello， 大家好，我是谭立人，欢迎来到我新一期的播客节目。最近国庆假期刚刚结束，不知道你是去哪里旅行了，还是选择在家里休息？假期的松弛感可能已经慢慢褪去，很多人会开始觉得有点疲惫，提不起劲，甚至出现所谓的节后综合症。一想到要重新回到工作和日常的轨道，就会感到一种无形的压迫感。我也是一样的，之前每一次长假结束或者是休完年假回来，总会有那么一点落差感。可是我最近在想，这种重新回归日常的过程，可能才是生活里非常珍贵的一部分。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其实经历了一些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其实我们也没有很久没更新了，3周没有更新，然后我几乎每一天都会在我的小红书后台收到大家的礼貌催更。其实我心里觉得很温暖，被人挂念的感觉。其实我是生了一点小病了，我好像是感染了一种新型毒株，然后低烧，头疼的厉害，浑身都是酸痛的，好像被人揍了一样，甚至是视力都会开始有点模糊。生病时候的这种虚弱体验，才让我意识到健康如常的重要。最严重的那几天，我就一直窝在我家沙发的转角处。我家沙发是一个 L 型的沙发，我特别喜欢窝在那个转角的地方。特别虚弱的时候，其实什么也做不了，而且我的大脑就像一团浆糊一样，像一个迷宫一样吧，你无法思考。当你想要去想什么的时候，你就好像会撞上一道墙，根本就走不出去，所以无法思考。我其实也看不了书，然后我一听播客我就会觉得头疼，美剧电影都看不进去，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刷刷抖音。它简直就是像一种小小的兴奋剂一样，一点一点的刺激我一下，刺激我一下。我能做的事情只有这样。生病的时候人是特别无助的，平时你习以为常的一切，它都瞬间的消失了。你不确定它什么时候会回来，你不确定它多久会回来。我才发现原来身体的痛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坚固。我其实是一个身体还不错的人，我几乎很少生过严重的病，可能上一次生病就是新冠。我记得去年我爸住院的时候，我爸当时住院2周都没有查出到底是什么病来。他当时突然走不了路了，他觉得他的大脑控制不住他的腿，他怀疑自己会不会瘫痪，因为他的舅舅有这种病史。然后他就特别的绝望，每天在住院的地方他也睡不着觉。我记得当时我跟他打语音的时候，我还跟他说，你每天在医院干嘛呀？他说就是刷刷抖音啊什么的。我还跟他说，你不要刷那么多短视频，你可以看看书。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是有一种何不食肉糜的感觉。你作为一个健康人，其实并不懂那种脆弱，那种无力感。当我这次生病的时候，我才发现，谁要是让我劝我多看点书，多做点有益的事情，我简直想给他一拳。失去了健康之后，一切的所谓意义感都消失了。你突然会觉得这些东西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回归日常，就是我的身体重新变得健康。这让我想起一句话说，除了生病以外，你感受到的痛苦都是你的价值观带来的，而非真实存在的。我觉得那一刻我好像有一点懂了我爸那种控制不住身体的恐惧。而且我当时头疼最厉害的时候，我也经常觉得活着也不过如此，好痛苦。就如果我今天就结束了这一切，好像也不会怎么样。那种疼痛真的是让你推翻一切，不管是你有多少钱，你有多少地位，你有多少光鲜的过去，好像都没了。疼痛把你死死地拽在当下这一刻，疼痛让你只能活在当下，好像你的过去和未来都瞬间消散了。还有一件最近发生的事情也跟健康有些关系。我不是前2期播客接到了第1条广告吗？我们有几个非常好的朋友，大家都是做博主的。我们经常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接到广告，就会转给对方说，接广了，来帮我评论一下。然后有一个朋友呢，我那天本来想转给他，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鬼使神差的，我就点开了他的朋友圈，
因为我现在已经不会去每天刷朋友圈，但是我偶尔想到某一个朋友的时候，我会点进去他的朋友圈看，我才会知道他最近发生了什么。然后我那天就看到他发了一个朋友圈说父亲去世的事情，我突然一下就好像被雷击中了。之前我就知道他爸爸得癌症的事情，但是一直就是康复的还不错，他也带他爸爸去旅游，去了日本玩，本来还计划要去欧洲旅游，但是这一次没想到病情发展的那么快。我记得前2个月我看到他发了一张他跟他爸爸的合照的时候，我其实就有一点点不祥的预感，因为他父亲变得非常的瘦，在疾病面前非常快速的消瘦，其实就是不太好的一个症状吧。但是当时我也没想那么多，我觉得那也不是他第一次化疗了。我总觉得在绝境面前，好运的人会一次一次的战胜，但是没想到这一次就看到了他爸爸去世的消息。我觉得在死亡出现的时刻啊，人的世界观会迎来一次崩塌，它让人意识到无常是如此的突兀，又如此的突然。它残酷的就像一个突然来的一个抽查考试，它不给你第2次答卷的机会，仅此而已。然而这一道考试题是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的，没有人教过我们如何面对死亡，没有人教过我们如何面对生命的种种无常。我自己作为一个高敏感的人啊，有一个缺点就是时不时会有一点疯。我大概每2-3年就有那么一次会怀疑自己得了绝症，尤其是以前还在用百度搜索的那个年代，你好像有一点点症状，你就会开始对号入座，然后就会越演越烈，就会推导到自己是不是得了绝症。甚至有些症状你一开始并没有，但是你看他写的浑身乏力、咳嗽什么的，你都会突然开始觉得哎呀好想咳嗽，一种很莫名其妙的心理暗示吧。我每一次真的都非常认真的觉得我可能要死了，我可能得了绝症，就是要么手上突然长了2-3颗那种红红的东西，但是它又不是痘痘，然后一查说是血痣，哇什么鬼，要么就是脖子上出现一些肿大，然后一查什么淋巴癌，然后我还怀疑过自己得过艾滋病，得过各种各样的癌吧，就是很庸人自扰。但是每一次我都能如此的相信我得了绝症，以至于每一次我都在真情实感的感受生命可能的消失，以及失而复得的喜悦。以前经常传说哪年哪年是世界末日的时候，就会有人问说，如果明天，如果下周，如果下个月就是世界末日，你此刻会做什么？那些回答说我还是会做我今天本来要做的事情的人是幸运的，因为他没有在强迫自己过着不喜欢的人生。但是我想大部分的人可能都会说，先辞职吧，然后回去吧，然后陪陪父母，见一见心爱的人，把未能说出口的遗憾想办法弥补。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很多人过着日复一日的生活，在一个城市里成长、衰老、死亡。有少部分的人会不断地拓宽人生的边界，想要获得更多的体验，想看更多的世界，但同时也失去了根系和归属感。我一直以为我是第2种人，我想要尽可能地感受到生命的厚度和丰盈，想要体验不同的人生。但是在死亡和疾病面前，我却突然渴望第1种人生，缓慢的、朴实的、平凡的。我记得上一次春节我回老家过年，然后我的房间里至今还保留着一个鞋盒，里面装满了信，手写的信。在我读小学、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挺流行笔友的，我有时候还会跟好朋友互相写信，然后在课间的时候递给对方。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一个男生，我们当时都非常喜欢韩寒，我们都在学校里，虽然上着课受着应试教育，可是我们心里都有一颗叛逆的种子，我们都渴望着不平凡的未来。我上次回老家的时候，我就看见他给我写的信有5-6页那么多，然后他的字迹非常的潇洒，一看就是那种少年的笔锋。
我当时就有一点感慨，因为我知道这个朋友留在了老家生活，但是我们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联系了。大概到高中之后，我们分到了不同的班级，后来在不同的学校，我们几乎就没有了交集。但是我一直有着这个人的微信，那一天我就突然想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去联系一下对方。我就拍了一下他当时写给我的信，那个落款，他的名字，我发给他看，我说哇，当时你写给我的信。他就发来一个表情，也没有多做什么评价，可能现在看起来都会觉得有点矫情吧。然后我们互相问了问彼此的近况，我才知道他早已结婚，然后有了一个女儿，女儿都已经上小学了吧要。然后他问我在做些什么，我说啊，就是做自媒体啊什么的。他说他之前还在视频号里刷到我什么的。然后我还问他，我说你主要用什么社交媒体啊？他说他最常用的是快手。我发现我从来没有用过快手，我没有预料到他会说出快手。然后我就一时不知道要说些什么，因为我的确不了解。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快手跟抖音有什么区别啊？他说快手里面就是更接地气更搞笑。我当时突然觉得我的心里有那么一丝的失望，因为我发现我们彻底的走散了，我们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我们喜欢的东西也不再一样，我们曾经互诉衷肠，我们曾经对未来的向往，经过时间经过现实以后，它变成了一种矫情，变成了一种那个时候是小孩子嘛的那种一笑置之的感觉。我们不再聊一些深入的话题。然后我说看看你最近的照片啊，他就给我发了一张他抱着他女儿的照片，他有一些发福，但是他笑得很灿烂，他的女儿也笑得很灿烂。然后我在那一刻我就突然觉得其实没有什么遗憾，每个人都在选择自己的生活，我从他的笑容里，从他的状态里，我看到他是真的过得幸福的，那就够了。青少年时期的朋友，我们交换过那种身处小城市的激情，交换过那种勇气，交换过憧憬，我觉得就够了。至于后来我们走上了人生的哪条路，已经不再重要了。我甚至有一刻非常真实的羡慕过他们拥有很踏实很稳定的人生，他们在老家读完书，最后留在老家生活，结了婚，生了小孩，买了房，他们的生活的底色是非常的稳固的。而我为什么停不下来？我为什么越走越远？我为什么不能停下我追逐的脚步？我所追逐的又到底是什么？我想起一个三甲医院的医生说过一段话，他说人只有在即将死亡的时候才能够明白这一切。人生其实就是一场骗局，最主要的任务根本不是买房买车，也不是及时行乐，这其实都是欲望，不是真相。人生就是一场梦，虚无缥缈，并不真实。我们不需要给自己那么多的使命感和过剩的责任感。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我们和一只蚂蚁、一只昆虫、一只蚊子、一只甲壳虫没有任何区别。当你走到了生命的尾声，蓦然回首，就会明白我们追求的一切都恍若云烟，功名利禄终将变为尘土，恩怨情仇也终将随风飘散。我们在这个世间最真实的需要，不过就是内心的感受而已。我们最根本的任务，不是结婚生子，不是让别人羡慕，也不是过得一定要比别人好，而是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没有哪一种生活就天然的比哪一种生活更高尚，不是赚钱多的人就比赚钱少的人他的生活更优渥，这些都是非常表面的事情。可能最后到头来，人生成功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你有没有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不管你追求的是什么，你所追求的是不是真正的发自你心底的激情，发自你心底的热爱，而不是被外界的声音所驱动，被世俗的定义所绑架。所以最近经历的这一些片段，它常常让我重新审视人生的无常，
它好像也像一个小小的提醒，告诉我，我们以为的理所当然，其实都是极其脆弱的。所谓无常，就是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变化，而所谓如常，就是今天还能吃饭，能走路，能和朋友聊聊天，生活看似一成不变，却其实已经是奢侈。所以今天我想和你聊一聊常与无常。为什么人会觉得一成不变很乏味？为什么我们总是在追求进步，追求突破？而又是为什么当你真的站在无常的边缘时，才会发现如常才是最接近理想生活的状态？在佛教里有一句很核心的话，诸行无常，意思是世间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不论是生命、关系，还是我们赖以为常的日子。其实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体验过这种无常。你可能有过那么一瞬间，我们的生活一切都是正常的，可是一条消息，一通电话，就能让这一切天翻地覆。就比如可能突然的裁员，突然的生病，他们都会让你感觉到生活的脆弱。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人类的大脑其实最渴望的是可预期性。当生活是有规律的、可预测的，我们就会感到安全。而当生活失控，变化来得太快，安全感就会崩塌，于是就有了焦虑和恐惧。但是人呢，很矛盾的就是，我们往往并不满足于这种如常。当日子太过于重复，我们会觉得乏味，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停滞不前，会想要寻求突破和进步。我们会说，每天都一样，好无聊啊。像我也是，我非常抗拒一眼望到头的人生。这其实就是无常和如常的悖论。我们害怕变化，渴望稳定，但又容易厌倦稳定，渴望新鲜感。在哲学里，这个话题也不断被讨论。比如海德格尔提出向死而生，他认为只有意识到死亡的必然，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我们才会真正的懂得珍惜当下。而所谓的珍惜当下，其实就是接受生活的如常。我很喜欢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做过的一个演讲，我会经常拿出来看，也是有常看常新的感觉。他在那个演讲中分享了3个故事，其中第3个故事是关于死亡。他说在他17岁的时候，他读到一句箴言，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如果你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中的最后一天生活的话，那么终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是正确的。乔布斯说，这样的一种思考一直影响着他做判断，做生活的决策。他说，记住你快要死了，是我听过最重要的箴言。他帮我做出了生命中非常重大的决策。因为几乎所有的一切，包括所有的外界期望，所有的骄傲，所有对于难堪或失败的恐惧，都会在面对死亡时化为虚无，留下真正重要的东西。这也让我想到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视频，是一个女生确诊了癌症，她说她觉得好高兴，她好像终于自由了。她把工作辞掉了，她到处去旅行。她说如果不是这个癌症，她好像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可以辞掉一份不想干的工作。我当时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我真的非常的感慨，我觉得我们现代人的 gap year 竟然需要靠疾病甚至是癌症来获得，这的确也非常的残忍，也非常的现实。我之前辞职的时候也是不断的有人问我为什么，好像你不说出一个非常具体非常宏大的理由，别人就会觉得你过于矫情不知足。所以我甚至有一点能够理解这个女生，她在确诊的那一刻，她竟然觉得有一些释然。这个理由说出来，所有人都会觉得，哦，我明白你为什么要离职了。这个理由强大到需要通过伤害自己来获得。但是我不得不说，在疾病和死亡面前，我们终于得到了一次重新思考我们生命的机会。乔布斯也说，你的时间有限，别浪费生命过别人的生活，不要被教条所束缚，因为那是别人生活的目的。别让其他人的不同意见压过你自己内心的声音。
最重要的是要勇于追随自己的内心和直觉，他们其实早已知道你想要成为什么，除此之外都是次要的。我觉得乔布斯的这一段发言，他在给斯坦福大学即将要毕业的学生做的这一段演讲里，我很推荐大家去看。我刚刚说的只是他第3个故事里的一小部分，前面几个故事都非常的动人，都是他的生命经验之谈，包括很著名的说，人生就是把点串联成线的一个故事。很多时候我们东做做西做做，我们的爱好非常的分散，我们兴趣广泛，有时候我们也会怀疑，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我们有限的精力、有限的时间去做好一件事情，把一件事情做到最好。我曾经也有过这样子的迷思，我好像做过许多的尝试，前几天跟朋友聊天还发现我还学过法语，都是非常短暂的。然后我还做过一些工作，比如说在爱马仕旗舰店里当 sales， 做过许多事情，你后来会觉得它在我的人生里有意义吗？可是有一天你会发现，有一些点它最后就是会连成线。人生好像没有一件事情是平白无故发生的，没有一个人是平白无故遇见的。也许有一天所有的这些点都会串联成线，那就是一种生命的奇迹。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感慨，原来老天是一个这么棒的作者。人生中许许多多我们曾经毫不在意的际遇，最后发现原来它都是一种铺垫。我觉得通过乔布斯的故事也好，通过自己或家人生病的遭遇也好，他们都让我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应该尽早过上我们真心想要过的生活。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坚持，想做什么我就要尽可能的去做，想到要去哪里旅游我就要尽可能的赶快去，我都是为了让生命不留遗憾。我经常都想，如果马上就是世界末日，如果我真的得了绝症，我是不是能够坦然地接受这一切？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一个小目标，向死而生。不管生命接下来是什么，我都能坦然地说，我的这一辈子无愧于心，我想做的很多事情我都去做了。人生的遗憾少一点，就会让我们的执念也少一些。所以我一直想成为那个就算明天是世界末日，我今天仍然会做着我今天本来要做的事情的人。我很喜欢一句话说，平常心是道，这是禅宗的智慧。它的意思就是说，不必追求过于激烈的起伏，不必时时刻刻去创造所谓的意义。你能安住在生活最平常的日子里，这本身就是最深的修行。所以当我们说无常，当它让我们的恐惧，它同时也让我们懂得如常才是最大的珍贵。所以今天能醒来，能走路，能跟家人朋友通个电话，能听播客，所有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其实已经是幸福的极致。我们刚才说到如常其实很珍贵，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依然会觉得每天都差不多，好无聊，或者是如果我生活一成不变，那是不是意味着我没有进步？而我看到所有人好像都在进步的时候，是不是意味着不进则退？是不是意味着我就退步了？我想要聊一聊为什么我们会厌倦如常。不管我们的生活再好，只要它一旦开始重复，我们都很容易厌倦。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词叫做享乐适应，它的意思是说，人类对幸福和快乐的适应能力特别的强。当一件事情变成日常，就算它再美好，我们也会逐渐失去感知的能力。比如说你搬进一套新的房子，你好不容易看了好多房，凑齐了钱，你终于要搬进新房，你肯定会很兴奋。从你搬进去之前的几个月，你都会很兴奋，搬进去更兴奋，然后1个月、2个月、3个月，你不停地想象你的未来在这个房子里发生，你会一点一点的去填满所有你喜欢的东西，你会觉得好幸福。在这个偌大的世界里，我有了这么一方天地，它真正的属于我自己。但是3个月、半年、1年之后，你就会习惯，你不会每天在惊叹说，哇，这个地方完完全全的属于我。你好像就会习惯这一切，你甚至会开始看不惯那个已经放了1-2年的沙发，你会觉得自己的审美变了，
你有点看不上他，你又看到朋友买了一个更新更大地段更好的房子，你会开始想，我什么时候能换一个更大的房子啊？其实人就是这样子的，像同样的健康稳定的生活都会在我们的日复一日的习惯里被淡化，直到某一天失去，才突然会明白它的价值和珍贵。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长期的关系也是这样子的，有一些情侣也好，夫妻也好，我们说7年之痒，可能就是到了某一个地步，我们对这个人就是习惯大于激情。你非常习惯你的生活里有这个人，你也早就习惯这个人就是一直在你的身边，你甚至会产生厌倦，你会想说，接下来的几十年我都要对着这个人过吗？人的心里对新鲜感的追求啊，会被他操弄一下，然后你可能会产生想要冒险的念头。有些人会付诸行动，有些人会出轨，有些人会寻找新鲜的刺激，这些其实都是源自于我们对习惯的适应。像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明星夫妻出轨的新闻，我们会想说，哇塞，他老婆这么美，这么会赚钱，都已经是明星级别的，他还是会出轨。就会有人说，山珍海味吃久了也会想要吃一吃咸菜。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多巴胺回路，我们的大脑喜欢新鲜感，喜欢追逐。一个人一件事，不管它再好，只要我们得到了，我们对它的新鲜感，那种追逐的兴奋感都会开始慢慢的降低。而这种多巴胺的回路，它会不断的告诉我们，我们再往前一点，你会更快乐。于是在很多事情上，我们开始不停的卷，不停的求新求变，然后不断的把自己推向疲惫。在东亚文化里，这种感觉尤其的强烈，因为我们从小我们就被教育要不断的进步，我们有不停的周考、月考、中考、期末考，总是有考试在未来等着我们。所有的家长老师都会跟我们说要争取更好的成绩，我们要考上更好的学校，我们要找到更好的工作。好像很少有人跟我们说够了，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总是会有人不断的鞭策我们，哪怕我们考了第一，都会说你要保持，不能骄傲。哪怕我们考了98分，都会有人跟我们说还有2分呢，还有2分去哪儿了。其实就是这样子的环境，我们很容易把如常看成是停滞不前，甚至觉得那是失败。所以我们总是以一种进步，以一种想要更好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但现实是，生活并不可能永远在一个上升的曲线里，有时候它需要平稳，需要停顿，甚至是需要重复，或者是回落。种种的这一切，它其实都是人生的波动，它并不是落后，并不是失败，它是一种积累，一种前进的方式而已，不是只是往上、往高、往大才是一种前进。这也是为什么在近几年大家都在说经济下行的时候，很多人会生活的不太如意，因为我们太习惯我们在一个上升的周期里，房价永远的在涨，工资也在涨，年终奖也在涨，我们习惯了这种节奏。像我做自媒体也是，我总是会以一个更高的数据要求自己，即使我已经是为自己打工了，即使我已经没有老板，没有一个要汇报的对象，可是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已经内化成一种我对自己的要求。我总是会以月为单位，以年为单位，甚至后来会变成以一条视频为单位，以一条播客为单位的要求自己，看自己有没有进步。这其实是非常变态的。这和曾经那些以周为单位，以月为单位，以每次考核为单位，不停地在评判着我们的人有什么区别呢？而我们努力的成长，告别那样的阶段，那样的生活，我们竟然惊讶地发现，我们成为了自己的评判者，我们成为了评判者与被评判者本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视频，驯马师惊讶地发现了一件事情，在马场长大的马，他们从小就会被套上马绳，然后马绳会牵着他们走。因此即使这些马长大以后，他们仍然有这样子的惯性。
我看到那个视频，那个驯马师并没有拿出真的绳子来，他只是无实物的表演了一段拿出绳子然后套上马脖子的这样子的动作，然后他就牵着一根根本不存在的绳子往前走，这匹马仍然会跟着他往前走。这根绳子紧紧拴住了马，同时也拴住了他的命运。当我们习惯了这一切以后，不管这根绳子存在不存在，我们都已经活在了这样子的惯性里。我看着那个视频，又有点好笑，又有点心酸。我好像看到了一匹马被规训的过程，而当时的我呢，正在拿着手机刷着短视频。我的脖子上好像没有绳子，我低头看了，我确定了。可是在某一个神秘的地方，始终有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仍然规训着我，仍然牵引着我。我不知道，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很多时候这种要求已经内化成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了。有时候我们需要跳出来，以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去看看这一切，这是健康的吗？这是良性的吗？所以当我们所说的下行期来到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让我们停下来去重新思考我们人生的脉络，重新看待所谓的起起伏伏，重新去思考我们能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做一些什么。在哲学里，这样子的矛盾也被讨论过很多次。尼采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设想，叫做永恒轮回。他问说，如果今天你的生活要重复无数次，你能接受吗？如果答案是能，那就说明你真正接纳了生活的如常。可是我想这是非常难的。我曾经一直把不能接受一眼望到头的人生当作是一种标新立异也好，当作是一种勇气也好，我觉得这种生活是酷的。我记得在我读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上一代父母那一辈刚开始流行下海经商做生意，刚开始有那种离开铁饭碗，离开国家分配的工作创业的这种风潮里。我记得当时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他就说他爸在做一些什么下海经商，然后未来可能要搬到上海去生活，他们全家都要搬到上海去生活。当时在江西4、5线城市的我多么向往上海啊！当时我读不管是安妮宝贝还是郭敬明，上海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个世界上最遥远最明亮的地方，好像就是我灰暗的老家，我灰暗的青少年时期的一个反面。我记得有一次我听他讲完之后，我就觉得好羡慕啊。然后他还跟我说，现在都不流行稳定的工作了，现在都流行去下海去创业。我其实当时也不理解这些概念是什么，但是我隐约的觉得那种生活方式里有一点点我想要的自由在。我记得我妈是一个医生，她在医院工作，那肯定就是朝9晚5的工作。我妈是一个打 B 超的医生。我记得我经常放学就去医院，去她的办公室。医院是布满消毒水的味道，我觉得消毒水的味道非常的刺鼻，我非常讨厌那个环境。医院里也有一股的药味，进进出出的，要么是病人，要么是比如说来我妈那儿检查的，可能很多都是怀孕的人，怀着大肚子。我当时可能也是有点童言无忌吧，我就在我妈有一天快要收工的时候跟她说，我说不如你去创业吧，我说现在已经不流行拿稳定的工资了。然后我妈就笑了，我妈说小小年纪还看不起我们拿稳定工资的人。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才发现那个时候我虽然年纪小，但是已经有一些这种思想的雏形。现在的我自己的确也是在做着自由职业，我一直都把能够自由的支配我的生活，自由的支配时间当做我非常大的一个追求所在。我也的确做到了。我觉得这背后的驱动力就是我讨厌那种不断重复的生活。就像尼采提出的这个问题，如果今天的我的生活要重复无数次，而这构成了我的一生，我觉得我大概是不能接受的。可是我为什么不能接受，我也在思考。但是我的想法是，我好像没有那么不能接受了。如果以前在做空少的我问我这一题，我一定不能接受，因为那种生活过于的机械。可是比如说今天的我躺在家里的因为大病初愈嘛，肯定是要躺着要休息，然后现在呢又是身体舒服了，可以看一些书，可以看一些美剧，甚至有灵感可以录播客，
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我想说的话，有人在听，我才发现原来我并不是不能忍受我的日常生活被重复千万遍，我应该做的是让我的日常生活值得重复千万遍。我爸爸上次住完院开完刀也是虚惊一场，现在也是完全的好了。我相信他也从这一趟住院的经历里学到了很多，我们都开始思考平凡的日常是多么的珍贵。正是因为生命无常，死亡随时可能到来，所以如常的每一天才更显得珍贵。而真正的勇敢也许不是去追逐无休止的刺激，而是敢于直面有限的生命，把日常活得笃定。所以我们会厌倦如常，大概率是因为心里习惯了，是因为社会不断灌输我们要追求更多。但是当你真正理解无常，就会发现如常不是停滞，而是最大的自由和恩赐。我常常在想，什么才算是真正的珍贵？是你人生的某一个成就达成，某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出现，还是生活里那些几乎每天都会出现的小片段？我最近发现，对我来说，很多时候真正的珍贵恰恰是那些最容易被忽略的日常。你知道我在生病最严重的一天，我跟我朋友说什么？我说以后我想吃麻辣烫的时候，我一定要马上去吃麻辣烫，我绝对不能因为省钱害怕贵而不去吃麻辣烫。我为什么会说出这么小的一件事情来？就是因为在伦敦吃麻辣烫其实非常的贵，也非常的不划算。在伦敦就是随便吃一个麻辣烫就得人民币得300-400块钱，而且其实吃不到什么。所以我偶尔去吃，我在夹那些菜的时候我都战战兢兢的，因为多夹1块2块就差的还挺多的。我在生病的前1-2个月，我经常时不时的就会想说要不要去吃麻辣烫，因为我家附近最近开了一个杨国福麻辣烫。其实当我在国内的时候，这根本就不算是什么，我甚至不会想去吃。可是当它开到我家附近的时候，它又这么贵的时候，它突然变得很可贵。然后我每次想要去吃之前呢，我都会想说好不划算哦，300-400块钱吃个这个东西，我就会想那不如去吃个日料，不如去吃个别的，看起来好像是更划算。但是呢，其实就是没有满足你当下想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当时就会说，以后我想要吃什么时候，我就一定要去吃它，我也不管划不划算。你说它虽然贵，但是我负担不起吗？也不是。可是为什么我们就是无法及时的满足我们的欲望和需求呢？也是因为我们会觉得欲望是一个很低级的东西，我们也会觉得满足欲望其实是一个非常动物本能的一件事情。尤其是这些吃啊喝呀玩啊，穿衣服穿名牌，我们都会觉得好肤浅。但是这些日常当它消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其实很珍贵。我能吃到食物的味道，辣得我的舌头发麻的时候，然后我再喝一杯奶茶的那种爽快，这个时候你才发现这些事情是如此的可贵。以前你会觉得不行，我不能喝甜的东西，我会长痘对吧？就是在生病的前后，你的人生的观念会相差如此之多。当我病殃殃的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的头疼得不行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考虑说长不长痘，胖还是瘦，这些事情都不在乎了。甚至是我曾经苦苦寻找的人生的意义，所追求的那些进步也好，认同也好，完全都像浮云一样的消散了，好像留下来的东西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又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跟父母打电话，父母偶尔唠叨，然后你会觉得两代人简直就是鸡同鸭讲，根本就不在一个频率上。但是当你仔细去感受，你会发现那个声音里其实藏着一种踏实，他们还在，你还能听见他们的声音，他们的身体依然中气十足。有一天如果没了，再想听一句唠叨都不可能。又比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生活很单调，每天都是上班下班2点一线，人际交往也被困在了一个圈圈里，好像没有更新的事情出现打破我们的生活的这种惯性，好像就是一眼望到底了。但是我想到一句话，他说今天你所觉得无聊的生活，其实是昨天死去的人最渴望的明天。
这句话我每次想起来都会让我沉默很久。我之前在网上有关注那个抗癌博主，可能因为他们住院啊，生活里的其他事情都停下来了，他们就会开始拍一些视频记录自己是怎么发现病情的，然后治疗的过程。我记得我有关注过一个男生，他比我年纪还小，然后他留着那种韩系的头发，后来确诊之后进了医院住院，做了化疗，剃了光头。他也记录下整个他的心路历程，他是如何积极的面对，积极的配合，然后第一次化疗结束，好像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可是没有过多久，他又发现复发了，第二次住院挺过来了，可是又发生了第三次。就是我在这个过程里，我看着他剃光头，我看着他的脸颊凹陷，眼窝凹陷，看着他的脸上手上开始长出斑点，看着他微笑的脸变得有些勉强，看着他有一点点有气无力的样子，你好像看到一个生命熄灭的一个过程。然后有一天看见他发布告说去世了，就当我们形容这一切的时候，他一段话我就可以把整个这些事情讲完。可是他对于一个具体的生命个体，对于那个家庭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创伤啊！当我每次想到生活好无聊，好焦虑，我又为了什么琐事在内耗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些生命停止在昨天的那些人。如果我把我的今天给他，他会多么的高兴啊！他绝对不会嫌弃无聊。如果我把我今天健康的身体再借给他一用，我相信他一定会去做更有意义、更珍惜生命的事情。可是我们活在了今天，我们好像会以为我们的生命是无穷无尽的，我们会以为我们永远都有机会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我们会以为我们永远都有机会重来。但其实生命残酷的地方就是，这一切都不是一种承诺，没有人许诺给你。所以每次当我的父母家人在说你要为养老做打算，你退休了怎么办，你以后什么计划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在心里想，谁能保证我能活到那个时候啊？这是一种悲观的想法，还是一种比较实际的想法，我不知道。但我想我们能做的就是活好今天而已，我们没有办法预测我们的生命会结束在哪一天。我有时候想，如果科技发达，你知道不是有那种智能的手表，它可以监测我们的心率啊、睡眠啊，甚至判断我们就是有没有什么潜在的病啊等等的。我在想，如果以后科技很发达，如果我们的手环上面它可以显示我们的生命倒计时，就每个人都以他的健康的标准显示说你能活到80岁，你可能做了一点什么伤害身体的事情，它可能就会变成79。我不知道如果这个预测的数字出现的时候，它会不会，或者是说它在多大的程度会影响我们对生命的判断，我们做选择的情况。如果我今天手环一戴显示的是50，或者它显示的是80，当我决定我要如何度过今天的时候，会有区别吗？我觉得也许会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厌倦可能来自于我们都以为它是无限长的，我们都以为我们其实看不到那个尽头。像有人说父母就是我们和死亡之间隔着的一道墙，只要父母还健在，我们好像就没有那个恐惧说我们有一天会面对死亡。其实这样子的安心，这样子的日常也是我们很容易会忽略的。我记得有一天我夜里走在街上，看到一个还没有关门的便利店透着灯光，看着远处的居民楼星星点点着，有几个窗户亮着灯，你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你能感受到一种有人在认真生活着的一种安慰感。其实这种安稳的日常比任何宏大的目标都更有力量。杨绛曾经写过一段话，他写，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我曾经也是，如果让我选择要精彩的人生还是要幸福的人生，我是一定会选择精彩的人生的。就像杨绛写的，我也曾经渴望命运的波澜，
我羡慕那些有着极强天赋，然后注定要做成某件事情，注定能够被留下来被人铭记的名字。我渴望那种精彩，我渴望人生不虚此行，我甚至渴望伟大，渴望被人记得，被人喜欢。但是后来我一想，我比我想象的要胆小非常多。我非常喜欢史铁生的文章，我曾经也觉得伟大的人生必须要经历苦难，但是后来我怂了，我觉得把他的人生交换给我，我一定走不完这一趟旅程，我大概在中途就会放弃。我无法想象我终身只能坐在轮椅上，我无法想象我的身体每况愈下。所以那样子的伟大，那样子的被人记得，被人喜爱，真的是我想要的吗？可能不是。我曾经羡慕梵高的艺术天赋，我觉得能在历史上，不管是艺术史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甚至被称之为天才与疯子的存在，我太羡慕那种极致的人生。可是把梵高的人生给我，我大概率也没有办法像他这样坚强。所以我羡慕的其实并不是他们的人生。于是我开始回到内心，回到我自己内心的淡定与从容，它到底是从何而来的？是从别人认定的精彩，别人认定的伟大吗？好像也不是。甚至到后来，命运的波澜，外界的认可都不再重要了。世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与他人的眼光无关。留下来的是像清水一样的日常，缓缓地流过。有人觉得寡淡，有人觉得清凉，有些珍贵，也许在人生的成就里显得很普通。就比如说每天按时吃饭，我能睡到自然醒，周末可以跟朋友约见面，我们聊的可能不是什么伟大的理想、宏观的未来，而只是最近又有哪家新开的面包店很好吃。这些非常落地、非常微小的日常，放在人生的履历里好像是微不足道，可是正是这些小事构成了我们真正能够站得稳的生活根基。所以生活的如常，它并不耀眼，甚至常常被我们忽略，可它却是我们抵御风雨的底气，是我们面对无常时心里能够抓得住的依靠。所以我越来越相信一句话：平凡不是失败，稳定才是最大的幸运。那些你觉得日复一日波澜不惊的日子，其实就是我们能拥有的最好的答案。进入10月以后，我总会有一种特别明显的感觉，一年就快要走到尽头了。当日历一页页的翻过去，你会突然有一种冲动去盘点这一年，我今年到底做了些什么？我有没有又虚度了一年？这种声音在年底的时候尤其响亮，好像不交一份进步的答卷，就说明你没有过好这一年。可是我想说，生活不是考试，不需要每一年都交出一个惊艳的成绩单。如果你依然在平稳的生活，你还在如常的吃饭、睡觉、工作、与人相处，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在如何与日常相处的这个课题里，我首先想说的是放下对进步的执念。我们总是习惯把自己放在一个不断评估的系统里，我今年的存款有没有比去年更多？我今年的成就有没有比去年更多？我的职位有没有更高？我的粉丝有没有更多？这些的确是很明确的一些数字，但是我想说的是，很多的成长它是看不见的。你变得更能照顾自己，你更能和孤独相处，你对别人的理解和包容更多了，这些都不容易量化，但是却是非常实实在在的进步。所以到了年底，不要急着去盘点我们的得与失，试着去感受那些维持住的部分。稳定的走过这一年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其次就是不要做自己的苛刻的评判者。我们常常会对自己的要求太多，当别人看起来你都挺好的时候，但是你却总是在心里忍不住的挑剔自己，我不够进步，我不够优秀，我不够特别。可是当我们用这种外在的标准去评判自己的时候，我们其实正是成为了对我们自己的一个霸凌者，而且会让我们错过生活里最真实最柔软的那一部分。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当我接纳自己原本的样子时，我才真正开始改变。我想这句话它意味着真正的改变不是来自于鞭策，不是来自于 PUA 我自己，而是来自于温柔的对待自己，
接纳已经发生的所有事情，接纳所有的得与失，接纳这些，我相信它都会以一种得到的方式存在的失去。其次就是在日常里安顿下来，跟日常相处有时候会耗损我们的心力，我们会觉得这就是我平庸的一生吗？为什么别人的人生看起来高潮迭起，精彩纷呈，但我是这样不温不火的生活着？这是我想说的，和日常能够好好相处的人都是有大智慧的人，这不是一种放弃，也不是一种自我安慰，而这正是一种可贵的松弛感。你不必事事都要有结果，不必时时都要有意义，哪怕只是每天散个步，或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听一首老歌，或者是下班的时候在最饿的时候点一份普通的麻辣烫，这些小事都能让你重新和生活连接。每次到年底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想说，我明年要更努力，或者是今年最后的2个月我要冲刺。但是我更想说的是，我们不仅仅要冲刺，要珍惜时间，我们更要珍惜那些每一个当下，每一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日常。有时候生活最温柔的答案就是一句话，一切如常，已经很好了。所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说，正是因为世事无常，如常才显得格外的珍贵。这一刻，你坐在某个地方听着播客，或是在走路，或是在开车，或是在做家务，今天的你依然健康，依然有一颗能够听、愿意思考的心。这些平凡的小事已经是生活在悄悄馈赠你的幸福。今天的你仍然在生活，在感受世界，这一切都已经很好了，你本身就很好了。而对于我来说，你还在收听，你还会在评论里留言，这都是一种莫大的安慰。而且我大病初愈，我又好了，我又回到了我短暂失去的生活的日常里。这种如常的温暖再次的涌现，它让我明白，在这个总是充满变数的世界里，这一些是多么多么的珍贵。而我们还能彼此以这样的方式相遇相伴，这本身就是一种很深的幸运。愿你在未来的每一天里，都能在小小的如常里找到真正的心安与丰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